继在阿拉斯加、天津举行中美高层对话之后，美媒周四传出消息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进行他的首次访华。如果成行，耶伦将是拜登政府访华的最高级别官员。虽然美国财政部方面对此回应，耶伦秋季不会访华，但拜登政府在全方位遏制抹黑中国并纠集盟友伙伴施压中国的背景下，仍然传出高级别官员寻求访华的机会，还是引发了外界关注。美国彭博社周四援引消息人士独家报道了耶伦正考虑访华的消息。报道称，耶伦考虑在未来几个月首次以美财政部长身份访华。不过，根据匿名消息人士的透露，耶伦访华可能性的讨论还处于早期阶段，没有做出决定，包括新冠病毒带来的旅行风险等都是影响的因素。对于彭博社的这则独家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莉莉亚当斯表示，耶伦部长没有秋季访问中国的计划。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当前正在全面审查对华贸易政策，而美国官员此前已做出预计，美国政府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审查工作将持续到今年秋季结束。因此，美财政部的这一回应给外界留下了想象空间。一旦耶伦访华成行，他将是拜登政府访华的最高级别官员，也将是拜登政府与中方首次面对面进行经济议题会谈。彭博社在报道中提到，知情人士透露，耶伦若赴华也会讨论贸易等更困难问题。实际上，6月2号，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就曾与耶伦进行视频通话，加上5月27号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通话，1周内中美经贸高层曾有2次对话。新华社当时在报道刘鹤与耶伦的通话时就透露，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就宏观经济形势和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对彼此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愿意继续保持沟通。深圳卫视梳理资料发现，今年75岁的耶伦曾在2010年到2018年先后担任美联储副主席、主席，是美联储100年历史上首位女性掌门人。拜登政府上台后，耶伦也成为美国财政部历史上的首位女性财长。今年6月，耶伦曾发表言论炒作所谓中美脱钩议题，不过他对中美在技术领域脱钩表示了担忧，并称美国的许多盟友并不愿意大幅减少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在上周四的报道中说，美国商会等30多个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商业团体写信给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琪，呼吁拜登政府与中国重启贸易谈判，并称现有进口关税拖累美国经济，希望美国降低对华税率。拜登政府这个对华这个政策审议呢接近尾声，那他的国内的一些政策议程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个时候呢，美国国内呢这个放出风声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这个拜登政府呢，这个希望来这个正视中美两国经贸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中美关系不明朗的背景下，两国大使的角色也备受关注。7月底，驻美大使秦刚赴美上任，成为第11任中国驻美大使。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周四发布的消息，公开日程显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计划于当地时间周四下午在美国国务院会见秦刚。舍曼此前曾在7月25号至26号访问天津，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谢峰与舍曼举行了会谈。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了舍曼，这也是今年3月的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接触。这次接触后没过几天，秦刚便启程赴美上任。然而，外界注意到，拜登上任后，美国驻华大使人选却迟迟未出炉。自从2020年10月前大使布兰斯塔德离职后，美国驻华大使一直已经空缺超过300天，是中美建交以来最长的驻华大使空窗期。此前有报道称，拜登政府将任命美国前驻北约代表尼古拉斯·伯恩斯为美国驻华大使，但至今没有官方确认。有观点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希望优先通过更高层级的副国务卿等与中国直接对话。当下中美关系敏感、复杂、棘手，作为本国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驻华大使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相当有限，需待更高层在更大问题上定调后再上任。不过，还有观察指，驻华大使在任命上的迟滞并非个例。拜登政府在任命不少重要职位官员的问题上都出现严重滞后。
候现象。截至目前，美国仍未任命驻多个盟友国家的大使，比如日本、韩国。其中，自美国前任驻日大使哈格蒂为参加参议院选举而在2019年7月卸任以后，至今美国驻日大使职位仍然空缺。2年的空缺时间已经创造2战后美国驻日大使空缺时间的最长纪录。就是美国驻华大使空缺了这个300多天，反映出就是近年来美国国内的这个对华的这个政治氛围。特别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很多这个国会议员对中国抱有非常深的这个敌意，甚至是这个敌视。联合盟友共同对华施压，目前仍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关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美海军第7舰队宣布，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21个印太地区伙伴国家的海军人员8月10号在新加坡通过视频开始第20次东南亚合作与训练演习。报道称，这项演习旨在加强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在面对海上突发事件时，采用标准化的训练战术和应对程序。报道透露，此次演习共涉及约400名人员和10艘舰艇，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的塔尔萨号滨海战斗舰、来自72特遣部队的 P-8A 反潜巡逻机，以及来自第73特遣部队和第76特遣部队的人员。参加演习的其他国家，东南亚国家居多，其他地区国家还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孟加拉国等。美国的一些亲密盟友如英、法、德、加、新西兰等也在其中。CCAT 演习始于2002年，原名为东南亚反恐合作，是美国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启动，并于2012年更名为东南亚合作和训练演习。其重点是加强东南亚地区海军和海岸警卫部队的训练，以应对海盗和海上走私等威胁。不过，第7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卡尔·托马斯就在本次演习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今年的演习旨在加强互操作性，意图针对共同的假想敌满满的对抗和冷战思维。今年呢是这个规模最大，把这个加拿大以及这个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也派人参加。美国这样做，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个目的了。第一个是拉拢域内外国家，炒作了这个东南亚地区的或者是南海地区的这个海上安全议题。第二个就是说，迫使他们呢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第3个是向中国的这个秀肌肉。中国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海上安全利益呢，以及在这个南海地区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呢，实际上是不容挑衅的。美国搞这些小动作呢，也不会阻碍中国坚定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周4将在国务院与上月底履新的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晤，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美国舆论对这一次会见呢，可以说是相当关注。那包括 CNBC 财经电视台在内的不少美媒呢，对此都做了预告。很显然，美国媒体他们并没有把这新任驻美国大使到访国务院看作是程序性、礼仪性的一般性的会见。那么舆论关注并且期待新大使呢和美国国务院高官的首次对话接触能够有更多实质性的内容，甚至呢能够取得共识性的成果。那么这当然它是由中美关系的显著重要性所决定的。目前呢，全世界公认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在全面承压。用秦刚大使他抵达美国之初在华盛顿机场发表的讲话，中美关系又处在一个新的紧要关口，面临许多的困难挑战。而在我看来呢，这些个困难和挑战几乎是全域性的。那么从双边领域的唇枪舌剑到多边场合乃至联合国安理会的正面交锋，在涉台、涉疆、涉港、涉南海等等一系列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议程上，那么中美呢现在都有尖锐的对立。那么从杨洁篪在阿拉斯加直言中方不吃这一套，到王毅在东亚外长系列会上加场发言，警告美日死了这条心。那这些个出自中国外交高官的刷屏的金句，可谓是呢中美外交博弈决定性瞬间的话语见证。那现在看来呢，这个博弈的对立面它还在持续的扩大中。就在秦刚进国务院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中方宣判加拿大籍公民斯帕沃发布所谓的声明，再度粗暴干涉中国的司法独立，对中国依法拘押审判相关人员竟然呢予以谴责。所以啊，这恐怕也意味着秦刚和东道主的
这次会见它的气氛呢不会轻松。那么如果舍曼提到美方所谓的关切，那么相信秦刚呢也会再度直陈中方的严正立场。但是啊，正如秦刚在抵美之初他所坚定表达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秦刚的机场发言不回避困难挑战，但是呢，他也在强调，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那么，中美关系有巨大的机遇和潜力。美国 CNBC 财经电视台今天说，秦刚和舍曼的会见是在全世界前2大经济体陷于高度紧张关系之际进行的。那么，中美高官能否就机遇和潜力来缩小分歧，乃至达成共识？我想这也是首次会晤的看点所在。